晒痕为什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？黑皮美少女究竟有什么魅力？在二次元中有不少人气角色，首先就是美少女啊，不然呢？你真看见个你能忍住不放阳光彩虹小白马，那素质已经很高了。你看被大家记住的黑皮角色，那都是长镜同学、烧盐柠檬、露丽娜、彩豆、坎蒂斯、尼托。世界是很残酷的，既吃经济又吃建模，还要你有素质。在二次元没有建模，凭什么让我们产生联想？你在二次元都没有建模，那我们看什么？那只能看变成女主喽。是的，一般来说，深色皮肤角色基本上都是配角位置预定的，被用来专门作为主角的，基本上也将肤色作为一种噱头。在动画中，我们能看到一些特征，深色皮肤往往是晒成这个样子，所以黑皮和体育生高度绑定，所以晒痕成为了一种极为特殊的萌属性。在任何常规着装情况下，我们是绝对看不到晒痕的。看见晒痕的那一刻，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窥探欲，你的大脑会瞬间给你脑补出会晒出这个晒痕的衣服，从而得到一个我们了解到了一点这个角色隐私的满足感。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能看见晒痕呢？我们以烧野柠檬为例，他的晒痕非常难见。作为一个正常学生，同时又作为一个体育生，田径服偏高的露出度和高强度的日晒，使得烧野柠檬被晒制得很均匀，而只有田径服遮住的地方还在告诉你，其实烧野柠檬本来的肤色是完全正常的。但是同时因为他是一个正常学生，我们想要看见校服下的晒痕难如登天，那么只有泳装为的那一集，我们能直观的看到烧野柠檬身上的晒痕。当然这并没有什么神秘的，毕竟你能看到烧野柠檬穿田径服的时间比他穿校服的时间多得多，所以会引起人们联想的往往是泳装的晒痕，然后你的大脑会自动帮你补全一些你想看的内容。这时候你就会发现，会让我们产生喜欢情绪的其实都不是非洲大区原住民那种纯黑，而是偏褐色的小麦色皮肤。如果你是一个宝可梦玩家，你就会明显看到宝可梦这2年被 DI 荼毒的也不轻，不过 GF 还是有点自己的坚持在的。电盾里面的露丽娜和彩豆也是那种虽然是深色皮肤，但本身并没有什么非洲大区的特点，而有这种特点的在珠子里面被做成了一个大妈角色。露丽娜和彩豆在设计上你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，发自内心的认为这俩角色本身并不是黑皮肤的，而是后天晒黑的，哪怕他们没有露出过晒痕，哪怕露丽娜是个模特，哪怕露丽娜的肤色明显更偏向原生肤色，但是水系道馆主的身份和战斗状态中偏向田径服的打扮，都会让我们有一种他就是后天晒黑的，才没有什么非洲血统。彩豆自然不必多说，习武之人风吹日晒也很正常，彩豆的肤色就是正统的，一看就是晒黑的，算是非常成功的美黑案例了，这也是非常的 America 了。如果不是晒黑的，那恐怕真的是印第安人了。那么有没有那种有明确非洲特征但依然很好看的角色呢？还真有。英雄联盟的梅尔无论是动画还是游戏就是很标准的厚嘴唇，但当你抛开肤色和强度去看这个三体人，你会感觉梅尔其实还挺眉清目秀的。 DI 确实害人不浅，不过最近拳头好像是开始好好画女角色了啊。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黑色或褐色皮肤的角色呢？或者有什么其他肤色的角色，比如黑百合这种是你特别喜欢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。最近报名了12月月度精选作者评选，左下角点进去帮我投个票呗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求你了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